蓝湛觉得自己的眉毛不受控制地跳了跳，他很想劈头盖脸一句无聊。轻浮上去，但他还是按捺了一下情绪，回了一句：“请不要开这种玩笑。”魏婴眯眯眼睛笑了起来，他感觉这句话背后应该是个白净的男子，气得面如冰霜，又碍于礼数不能发怒，只得维持冷静有礼的模样。他手摸上键盘，打算再打些什么，但又想真把人惹恼了可不好。这一番思虑还没完，电脑上赫然跳出一句对方的消息：“若是没有要紧事，我便先去工作了，失陪。”魏婴也没想咬着人瞎胡闹，便用非常欢快的语气回复了：“好的好的，那韩光君再会。”蓝湛冷着脸关掉对话框，还是不要再会的好。他揉着眉心，又点开尚在公示中的稿子，拿笔继续画，画着画着方才的对话，却不自觉又在脑海中过了一遍。蓝湛拿笔的手一顿，这位夷陵老祖说话的语气有些像一个人。蓝湛怔了片刻，然后他微微摇了摇头，怎么可能有这妖巧的事呢？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蓝湛握笔的手终于又动了起来，可落了一笔后，他却突然没有了继续画下去的心思，一直安稳地躺在蓝湛腿上睡大觉的无限适时的悠悠醒转，带着还没清醒过来的娇憨软软糯糯的喵了一声。蓝湛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干脆放下了笔，把腿上的猫咪抱了起来。他垂着眼帘，一下一下地温柔地顺着无限的毛。或许是察觉到蓝湛难得有这样有些暗淡的神情，日常闹腾的无限竟是一直安静地待在蓝湛怀里，只不时地蹭一蹭蓝湛的手臂。不知道沉默了多久，蓝湛似乎是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也很像他，总是没个正形，却意外的在需要的时候显得很可靠。”魏婴今天撩了喜欢的画手，心情愉悦，难得的奋发图强，码了2张文扔了上去，引得一堆小粉丝嚎叫：“啊，老祖，原来你还记得你是个写手！”魏婴笑骂道，喊着要猫不要闻的是他们，嚷着他不好好更闻的也是他们。魏婴瞅瞅旁边，忘机早就舔顺了毛，这时正端坐在旁边。魏婴笑着说：“你看起来非常雅正。”然后又想起不久前自己撩拨的韩光君，笑得更欢了，不道：“非常姑苏蓝氏。”魏婴笑眯眯地靠近忘机，白色的大猫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妙，却临危不惧地直视着逼近的魏婴。魏婴抓住忘机的一只前爪：“乖，忘机，手给我。”魏婴还是笑眯眯的模样，像极了一只大尾巴狼。忘机表情更严肃了，但他还是顺从地抬高了一只雪白的前爪。魏婴轻轻地捏了一下忘机的爪子，猫咪的肉垫，人间天堂。虽然这个角度他看不到忘机的肉垫，但之前把忘机抱起来的时候又不是没看到过。忘机的爪子和他身上一样，是干净又亮眼的雪白色，下面的肉垫是柔软的粉红色。忘机极其好洁，肉垫特别干净，粉粉的颜色看起来就让人特别想捏。尽管知道猫咪并不是很喜欢被捏肉垫，但天地良心，魏婴表示他真的忍不住了，而且他动作放得很轻。他是一个温柔的人，而且忘机也是一只非常温柔的猫啊。魏婴捏了2下便有分寸地停下了，然后把雪白的布偶猫一把抱进怀里，低头亲了一下忘机的耳朵。忘机你最好了。忘机还是严肃的神色，不过尾巴却悄悄地轻轻摇晃了起来。夷陵老祖的小粉丝们最近觉得可能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，不然太阳怎么从西边升起来了呢？不对，不然老祖怎么可能日更这么多天？而这个不同寻常的夷陵老祖现在正坐在电脑前面，满脸愉悦的撸猫。忘机，你怎么这么好摸呀？魏婴已经完全陶醉在忘机的长毛里了。被抱在怀里的忘机早就习惯了魏婴突然开始抱抱揉揉摸摸，然后满脸幸福地夸他：“习惯了。”魏婴觉得腿上有点痒，他低头一看，是忘机毛茸茸的长尾巴垂了下来，在他腿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圈。忘机眯着眼睛，喉咙传来咕噜的一声。魏婴笑得更欢了，他最近的确有点不同寻常，大概就是心情格外好吧。蓝湛有点头疼地揉了揉眉心，罪魁祸首自然是正在电脑右下角跳动着的那个他都看熟了的头像。蓝湛无奈地点开对话窗口，这位夷陵老祖每天都会发消息来，他都记不清楚这是第多少天了。
而且没有一天的内容是与工作有关的。蓝湛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有拉黑他，可能是因为夷陵老祖打扰人打扰得很有分寸吧。魏婴每天必调戏韩光君，但每次都将时间控制在午饭过后或是晚饭过后的时间点，而且时间一般是10分钟到1刻钟，显然是出于不打扰韩光君工作的打算。别人已经这么考虑自己了，就感觉自己直接拉黑好像不是太好。蓝湛觉得头更疼了，而且与夷陵老祖聊天的次数越多，蓝湛越觉得他像一个人，不管是语气、习惯，甚至这种看似不经意的为对方考虑的小细节，都像极了一个人。但蓝湛不敢确认，他有些难以置信会有这么要巧的事情。如果夷陵老祖真的是他，他肯定不知道这个他每天缠着的知名画手就是蓝湛吧。不过如果是那个人的话，说不定早就忘记谁是蓝湛了也说不定。蓝湛看着夷陵老祖发来的消息，韩光君除夕快乐呀，今天有团年饭吃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我来陪你吃怎么样？嘿嘿嘿。蓝湛回复，同乐，有。姑苏蓝家工作室大年30是会一起吃饭的，毕竟本来大部分成员都是蓝家的。每年这个时候，一些其他领域工作的蓝家人也会回来一起吃年夜饭。那边飞快的便有回复了，啊，那真是太可惜了，不能和韩光君一起就餐了。蓝湛无言以对，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？而且他自家的年夜饭不考虑一下吗？于是蓝湛发问，你家中没有安排年夜饭吗？对面好像是沉默了一下，有啊，不过可能不是很欢迎我去吧。蓝湛愣了愣，有点不知所措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出言安慰的吧，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人。蓝湛斟酌着该怎么回复，打到一半，那要不然你就过。还没打完，夷陵老祖又发了消息过来，我一直是和发小家一起过年的，他家养了很多狗，我完全不想去，我感觉我发小根本就不欢迎我去。哦，蓝湛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，情感上的。那边的魏婴倒是抱着忘机嘿嘿嘿的笑，刚才那个正经大大肯定被我骗到了。他笑嘻嘻地对忘机说，然后被忘机用严厉而谴责的眼光看了一眼。魏婴面不改色，接着撸猫，要你们这样的小正经，然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人，魏婴眼里笑意渐浓，又隐隐有些怀念的色彩。他把忘机抱起来，用指尖轻点了点他的耳朵，真是一撩一个准。魏婴一只手挂着忘机，另一只手控制鼠标，从桌面拖了张图片传送过去，然后单手打字，韩光君，你的新春礼物。蓝湛点了接收，图片加载出来了，是画的图，铅笔稿，没有勾线也没有上色，但看得出来画得很认真。画的是韩光君的网络人设，一个白衣飘逸、恍若谪仙、清俊冷淡的男子，正安坐抚琴，眉眼间尽是淡漠，却又隐隐有些温柔。